一直以来，台湾都是我们心愿清单上的目的地。2010年，我们曾经台湾转机，在台北短暂的游玩过9个小时。今天，我们终于将放慢脚步，来一场11天的自驾环岛之旅。从繁华的台北到静谧的花东海岸，从壮丽的太鲁阁峡谷到悠然的日月潭，我们将在这片宝岛的山海之间留下自己的足迹。夜市的喧闹，美食的香气，山城的怀旧，阿里山的日出，都让人充满期待，还有满满的文化底蕴，让我们一起来书写和感受它的独特温暖与魅力吧。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2月14号了，我们现在从高雄的靠近这个捷运的火车站旁边的这个酒店离开，前往垦丁。现在我们开往垦丁，今天全程要开125公里，2个半小时的样子。我们第一个停靠点是离高雄42公里左右的万金圣母圣殿，到第一个景点要52分钟啊。我们现在看一看高雄的市区街道，安林街，那部车好像是停在那里的，对，没有开，还是想倒过去一点。前面300米是前面那个口子，没什么停车位，基本上所有的人就停在这个门口停着，所以他也把屁股都是对着外头的。停啊，然后我要到前面去上大路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要出这个事情了，我们要向右转到中正一路去了，然后我要右转出高雄了。Use the left lane to take the ramp. 往南走，这是对的，国道1号的右上，来到了国道1号收费的高速368口。对，屏东右边这个这也是到屏东的高速，这个路一个大桥还是什么东西？高架，这都是老城区了，你不搞高架怎么行？那边又是爱河了，大发工业区，万金圣母圣殿了。在高雄开往垦丁方向的屏东平原区域的万金圣母圣殿，非常适合作为旅途中停留的宗教文化点。堂区自1861年建立，是台湾天主教最早期的教堂之一，建筑风格糅合了哥德式与本土特色，被认为是台湾现存的最古老的教堂建筑。家居酒荷塘，这是他们的小街小巷，村村在在。哥哥买回来的这个路真的是好漂亮的，就是这里万金社区，这就快到了，对面就是的。这里有走路来的，这是它的正门，我们把车停到旁边的街道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教堂这里，我们从这个边门进来了，前面没有看到停车位。这园区四周的雕像应该是苦路14处吧。第一处，耶稣被判死刑，政府才遣他来为救赎人类的命令，甘心忍受，替比拉多宣判他的死刑。那个是谁了？这是左边是耶稣，右边是这个判他宣判的死刑的人。是第2处，耶稣背十字架。判了死刑之后就背十字架。我们谁愿意跟随我？然后这边十字架压着他身上了，可能耶稣跌倒在地啊，各打脚踢手拉加鞭打和刺冠月带，这是肉身精疲力尽啊，第一次跌倒在地。这个第4处是耶稣背了他要背着十字架走一段。耶稣与母亲路上相遇，那就是这个中间这个就是圣母。然后这里是第5处，西满帮助耶稣背十字架，圣容刻受容印在帕上，耶稣为报他的将面容印
在手帕上。哦，耶稣又摔倒一次，第二次摔倒。用的仪器者，耶稣精疲力尽，第二次跌倒在地。然后第8处就是耶稣劝慰痛苦他的妇女们，民众和痛苦耶稣的妇女跟随着他。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：耶路撒冷女子，你们不要哭，但应哭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子女。耶稣第3次摔倒，是因我们常犯罪，邪恶人的狠心不但来难为耶稣，让耶稣为我们摔倒，有很大的窘难。哎，这花好漂亮哎，毛球球的，我还有水珠在上面，红花。然后第10处，耶稣被剥去衣裳，这里是第11处，本来无罪，受十字架的苦心，忍受不可言喻的痛苦，被钉在了十字架上。这一处是第12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恶党大声讥笑咒骂。13处，圣母怀抱耶稣的遗体，这是圣母玛利亚。第14处，耶稣的遗体葬于坟墓。他曾预言说：看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只要被交于司祭和金师，他们要定他死罪。15，耶稣复活啦！哈利路亚！愿光荣与全能归于他，直到万世万代。阿门。OK， 这是耶稣宣讲赞颂荣耀主。这里画了一些耶稣，我信我信我信什么的。大概从耶稣开始，这个圣母公园，这个是圣殿教友中心，天主保佑。哦，对，这就是万金圣母圣殿，下面在维修。参观完圣母圣殿，我们继续往垦丁方向前行。北半球的风吹过我的发，南半球的雨洗涤我的家，四海为家，没有边界的家，脚步丈量天涯。路边有卖现采的花生和现煮的菱角，下来看了看，就我的消费观还是觉得太贵了，嘿嘿，没舍得买。四海为家，自由如花，无尽的路途是我的回答。我们现在在从高雄到垦丁的路上，出现了海湾了，这个叫 Coconut Coast， 也就是椰子海岸。这个海滩虽然天气今天有点阴，但是看起来还有点意思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地图的这个地方，这个蓝点这里，那边是琉球屿，这里可以到琉球屿去一日游。这边是鹅卵石，然后靠着里面的黑石沙滩。黑石沙滩，它也下来了，下到海滩上来了。走着这个石头，上面那个小白车是我们租的车，非常不错的小车子。风沙肆意也吹不散方向，潮汐涌动是脚步的结账，山高水远也无法阻挡，心之所向是自由的光芒，天南地北我都潇洒，云卷云舒不问真假。前面就是那个小渔港啊。是我的回答。进山路了，超
草埔隧道，长4617米。前面修路，要我们走这一边，山野休日湾。你要下去？这里下去？94号线。这个线这里只能走一部车吧。走了这样的一节山路，94号线7拐8弯。谷歌 Map 就是喜欢带小道。刚才是199，然后他让我们往这边拐，9转18弯，一个一个弯。摩托车长来了。哎呀，还有一个北部走这弯的，哇，厉害啊！哇，你到哪儿去哦？个女的哎，徒步的。一个人走多远啊？没这么亮的包的都是老口。这叫山野休日湾高台。野营的地方。我还以为没人，还碰到骑摩托车和徒步的，15公里的路啊，这样的路，险降坡，大陡坡下来，然后我们向右拐，下了个稍微好一点的路，写的九海草原，草原九大露营民宿，潘太太，旭海到观音鼻自然保留区了，到了垦丁环线。Continue for 9 kilometers. 继续往前走，这里大海是分了层的。这个好漂亮的这个圆石头，这个圆石头挺漂亮的。他看不见你。景观路，这个大沙滩。好。环岛1到20号线，那边是不是有沙滩之类的？港仔，这里有个岛屿走路的。这是规划沙漠，挣钱吧。我们现在马上要到港仔沙漠景观区了，在这一块地方有一片沙漠是很神奇的。我都不知道往哪里走。往那边走，那边是海滩，就那里好像是没路。好像没路就这里了，过不去。台湾唯一的海边沙漠，我们根据这个Google Map 开过来，然后以后呢，实际上这边是过不去的，这前面一个出海的小河挡住了，都开不过去了。先在这边拍一下吧。但是刚才那个指示牌是说是这里，我估计就是这里了，特意指示你往这边开了。往这右边转，就是这个前面就是这个出海口，翻过来这就是沙漠了。它这个海边的，可能以前这个地方开这个越野吉普车是穿过这里过去，让它把它拦住了，不让别人开过去。这就是那个沙漠，在垦丁地区，台湾的唯一的一个沙漠。领导想沿着这一路绕一绕，看有没有地方能够过去，最后没有成功。现在我们继续向最南端前行。你看它甩得多漂亮啊！他又说又来了一部车，2部，哇，这个段子写了一个停。港口场，鹅銮鼻公园，我们的目的地。前面有个桥，我们先开到这边看看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桥不？这边有好大的一个停车位。这里已经是垦丁国家公园了，出海口上面有一个漂亮的虹桥，这个桥应该已经废弃了，非常漂亮。远方的不熟是我的伙伴，天南地北我都潇洒。这里还有个核能山场，还有这个应急计划书上图核山场。你说我们在哪里？现在大家应该在这里。核山场是第3场。现在是下午3点30了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到我们今天的第4个停靠点——台湾岛的最南部。开到那里还有11公里，15分钟吧。我前面一个狗，这个是不是他家的狗啊？这个狗好像脚又不行了。雷达站这里有一个满洲乡，我们进了。
一个一个的观景点，看大海的。看那边路，看到没有？好多路哦，在那个沙漠那里奔跑。我们马上就要到达台湾的最南端了，最南端，我们来了。最南点，收费停车场，大车120，小车60。台湾最南点往左走。这里有个气象雷达站，这边还有卖漂亮的小贝壳。走下去，来到最南点步道，我们走这个步道，漂亮小径，清新的空气，非常舒服。有400多米。这边还有一段海岸岩石挖出来的路，然后每个路这个方块地上面有几个蝴蝶，3个蝴蝶，3个蝴蝶。打卡点到了，那个玻璃上面的有个标志，禁止钓鱼区，这里写台湾最南点。我们来到了台湾最南点，耶！天南地北我都潇洒，平均玉树不问真假，四海为家，自由如花，无尽的路途是我的回答。最南端好多礁石哦，哇，这些礁石像一个个小碉堡。最南端的大海，台湾最南点，那边是台湾海峡，这边是巴林潭海峡，这边就是这个像帆船一样的纪念塔。北半球南半球四海为家，北半球南半球四海为家。停车场外可以看到台湾最南端的灯塔，但这入口不让进，里面看着有很多游客，我们去找找正确的入口。从那个810工厂那里进去，停车缴费就是了。大车小车40，购票处，全票60。鹅銮鼻公园，我们来了。台湾鹅銮鼻位于屏东县恒春镇，是台湾本岛最南端，也是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海角地标之一，融合了灯塔、热带海岸、双湖礁与人文历史。哪里冤家路我没看见，你就看见了冤家路了哈。走吧，走上鹅銮鼻公园的小道，这边天蓝哦，蓝天白云，太阳在这边。公园很漂亮啊，找门找半天。我们在那个最南点的那个停车场就看见了这个灯塔，怎么也进不来。问了几个在地的台湾人，他们也不知道，那可能也是来旅游的了。20像一个胚胎，好漂亮，好柔和的霞光。然后左边就是这个灯塔。鹅銮鼻灯塔建于1883年清光绪年间，它是世界上少数人在运作的武装灯塔，被称为东亚之光。白色圆塔非常的醒目，也是游客必拍的地标，垦丁国家公园的标志。从鹅銮鼻远眺大尖山，前面叫大尖山，所呈现的蓝天白云、青山碧海景致，即是垦丁国家公园的标志哦。然后我们看看远处的大尖山，远处的白云青山，就是它的这个标志。我们来到了海岸线观景平台，现在有晚霞了，很漂亮。白云青山也更美了。鹅銮鼻，天黑了，灯塔灯亮了，好大的风啊！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